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松饼是我们吃的最常见的早餐之一。今天来介绍一款我家常年必备的自制超级营养万用松饼粉，以及用它来制作的原味松饼、巧克力松饼、抹茶松饼、黑芝麻松饼，以及香蕉苹果松饼。我家从来不买市售的松饼粉，原因很简单：一是市售的松饼粉中用到的面粉通常只是普通面粉，营养单一；二是里面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含有一些添加剂。我们的身体每天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营养，所以在给家人准备食物的时候，我通常都很贪心，常常希望在每一道食物上尽可能的融合到更多的营养成分。这个自制万用松饼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通常松饼粉是由面粉和牛奶加上糖、油、泡打粉、盐还有鸡蛋混合而成。对于这个组合里，除了面粉之外，鸡蛋、泡打粉、盐、糖我们无法做太多的变化，所以就在面粉上做文章了。首先我用藜麦粉和燕麦粉取代面粉。相信大家对藜麦的超级营养已经有所了解了，如果还不清楚，可以去 Google 一下。简言之，藜麦是一种全谷、全营养、全蛋白的碱性食物，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在我的视频中，你经常可以看到藜麦。这个水果坚果藜麦粥、意大利瓜藜麦鸡蛋饼和番茄鸡蛋藜麦面的视频链接，我会放到屏幕右上方的信息栏和屏幕下方的描述栏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这是我在 Costco 买的有机藜麦。需要藜麦粉的时候，我经常自己用搅拌机打藜麦粉。现在 Costco 也有藜麦粉卖了，所以买来直接用更为方便。这是1杯半的藜麦粉。我用到的替换面粉的第二种食材是燕麦。我非常喜欢燕麦的低糖、高蛋白质、高能量的特性。我将在 Costco 买的有机燕麦打成了燕麦粉。打碎的燕麦粉非常的细粒。如果你喜欢松饼有嚼头，直接用燕麦也可以。这是1杯半的燕麦粉。在我的松饼粉中，我还加入了1杯的亚麻籽粉。亚麻籽含有极其丰富的欧米伽3必需氨基酸。1大勺亚麻籽所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相当于深海鱼油的10倍。为了方便消化，我通常喜欢直接买这种已经磨好的亚麻籽粉来做料理。这个是大麻籽，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毒品大麻毫无关联，其实是一种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的营养最齐全的超级食物。比起亚麻籽，这个大麻籽口感更软糯一些，所以我直接把它放到了松饼粉里。如果你喜欢口感滑顺的松饼，也可以把大麻籽用搅拌机打碎之后再加入。今天我用的藜麦粉、燕麦、亚麻籽、大麻籽在 Costco 都有卖，通常在很多超市里的自然食物区里也可以找到。最主要的食材都配置好了，现在就加上辅料。这是半杯的脱脂奶粉，我加了半杯有机椰子糖提供甜度，糖的用量你可以自行调整，也可以用普通的白糖。泡打粉可以让松饼蓬松，这是3大勺的泡打粉，再加2小勺苏打粉，苏打粉起到使松饼增高的作用。最后加入1小勺盐就好了。我的这个配方有6杯的松饼粉，每杯松饼粉可以煎1/4杯大小的松饼5个，所以这一罐松饼粉可以做30个松饼。把所有的材料都装到一个大的密室罐里，充分摇晃，将所有材料混合。松饼粉准备好了，使用的时候再加上液体材料搅拌即可。所以我会在密室罐外面贴一个标签，将1杯松饼粉需要加入的液体材料标注出来，这样每次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对照标签加入相应的食材就好了。我通常喜欢将这罐松饼粉放入冰箱保存，保质半年都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来做松饼吧。按照松饼粉标签上的配方，取1杯松饼粉，打入1颗鸡蛋，再加入半杯的牛奶或者豆浆，也可以是其他的植物奶，比如杏仁奶、椰子奶，或者直接加入水也可以。加入的液体如果是冷藏的，最好用微波炉加热20到30秒，
用手试一下是温热的感觉，约100华氏度，也就是30-40摄氏度左右。再加入2小勺油，只要是无味的植物油都可以。将所有材料搅拌到刚刚混合就好了。面糊中有一点小颗粒不平滑也没有关系，注意一定不要过度搅拌，过度搅拌会使面糊起筋，这样煎出的松饼会变硬而不蓬松。这就是最基本的原味松饼糊了。将搅拌好的面糊静置10分钟左右，当面糊表面出现一些气泡，面糊变得浓稠，就可以开始煎松饼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变化一下，在松饼粉中加入1大勺可可粉，就变成巧克力松饼了。加入1大勺抹茶粉，就变成抹茶松饼。抹茶粉加多了会发苦，一定要注意用量。我通常喜欢把烤熟的黑芝麻打成粉，加入到松饼中，这样就变成黑芝麻松饼了。黑芝麻粉非常香，加1到2大勺都可以。把干性材料充分搅拌一下，再将鸡蛋、牛奶和油照常按比例加入，继续搅拌，松饼糊就准备好了。除了我在这里示范的几种口味，你还可以在这个松饼粉里加入香芋粉、紫薯粉或者一些香料，比如生姜粉、姜黄粉、肉桂粉、豆蔻粉，做出百变松饼。煎松饼的时候，全程用中小火，将平底锅加热到温热，可以滴一滴冷水到锅中，水滴这样跳跃，表明锅已经加热，就可以放入松饼糊了。我喜欢用大号的冰淇淋勺来舀面糊，这样可以保证每个松饼大小一致。你也可以用1/4杯的量勺来取面糊。将面糊倒入锅中之后，不要动它，更不要用铲子去按压它，面糊会慢慢地向四周扩散，然后表面出现气泡，四周面糊凝固，约1分半到2分钟，然后就可以翻面了。第二面煎1分钟至松饼表面金黄就可以起锅了。煎松饼的时候火力很重要，注意一定要用中小火煎。如果锅的温度太低，松饼的边缘就很难凝固，但如果锅烧得太热，松饼表面煎好了，中间有可能还没有熟透。如果一开始就将锅烧得太热，可以先将火关一下，等锅的温度降下来以后再来煎松饼。你应当注意到了，我做松饼的时候，除了面糊中放入的2小勺油之外，没有再放油。通常1杯松饼粉会放入2大勺的油，同时在煎松饼的时候也会加一些油，这样煎出的松饼会更为蓬松一些。我希望这个营养全面的松饼同样也是低脂低糖的，所以对油脂有所控制。如果一次煎几个松饼，每个松饼糊之间一定要预留足够的距离，否则扩散后的面糊有可能粘连成一体。我特别喜欢切一个香蕉放到松饼中，做成香蕉松饼，要选择成熟的香蕉。面糊倒入锅中先煎1分钟，当面糊有些凝固时，才将香蕉片放入。松饼翻面后再煎1分钟，这样可以煎出水果的焦香。煎过的香蕉可以取代糖的甜度。如果你以前没有这样试过，我强烈建议你试试。我也喜欢在松饼中加入苹果片，苹果松饼的颜值也很特别。当然，你也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水果，比如桃子、牛油果、芒果、蓝莓、草莓等等。融合到松饼中的水果和单独搭配松饼一起食用的水果口感是不一样的，也打破了松饼一成不变的模式，值得我们尝试一下。需要提醒的是，煎松饼的时候，因为煎过的水果会释放出糖分粘连到锅中，所以煎完一锅之后，记得用厨房纸巾将锅子擦干净之后再使用。做松饼非常简单，但做法也各异。今天我分享的重点是如何将普通的松饼转换成营养丰富的松饼，使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你认同这个松饼粉，可以用它来加入酸奶油、酸奶或者打发蛋白等其他方法来制作松饼。想用这款简单快捷、低脂低糖、超级营养的松饼，除了搭配必要的水果，我更喜欢用脱脂无糖的希腊酸奶取代黄油，淋上一点纯枫叶糖浆，这样一个完美的早餐，会不会也让你心动，想要一试？